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圆桌骑士啊。中国人有句话叫做见微知著。那最近呢，有一些痕迹从网上流传出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共的这个经济，包括它的财政，好像出了些问题。在过去这几个周之内，我们先后看到了这么几个政策。第一个就是说，国务院公布了新的出入境法则，这个准则似乎是收紧了中上产出国的这个一条道路。它不仅是人的出国，而是资金的出国。那第二条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中共开始对离岸信托进行征税，离岸信托连中产阶级都够不到，那都是最有钱的人。那除此之外，就是海外的资本利得税20%要倒查20多年。那看起来中共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个其实它是一个组合拳，在我看来，就是它并不是这第一次这么做的。最开始，就像刚才我们提到说，它一开始是先从这个禁止你到海外去炒股，对吧？从那个限制开始起。1-2个月之前了，那是大概至少是2-3个月前了。年初的时候，当时富途、长桥、老虎三个那个三个券商，然后是1个月之前，不是那个时候出的新闻，就是他们要查这个海外的信托嘛，就是离岸信托的，那他们其实要是征税的，要查。然后呢，这一把呢，就是所有你在海外资产的这个叫做资本利得税，要查，而且是特别狠，这一把就是要倒查到。至少就是最长的倒查25年。我看到他这个报道里面提到，他说有一个案例呢，就只是5年，从20多少年到，反正就是中间只隔了5年，就是每个人不一样，不同的案例不一样，最长的可以追到你是2000年，2000年，就是倒查25年，差不多就是2000年吧，这只是最长的，他倒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他是高度个性化的。就是什么意思呢？根据你的财产的以及你的表现，是吧？表现的好呢，也许大家好说好商量。因为那个报道里面就直接写的，这种都是他们私下里直接去跟你本人打个比方说，你就是一富商，是吧？你在海外有多少这个资产？OK， 我们现在找上门来啊，商量一下。你看你这个，我们根据这个政府的政策，需要你补税啊，你能补多少呢？然后你如果说你要是说比较表现良好啊，我配合政府啊，政府说多少我们就说多少啊，那也许可能 OK， 我考虑一下，我给你留点余地，因为这个背后一定还有很多关系啦，这样的一些因素在里面，对不对？是吧？谁都知道中国就是一个关系的这么一个社会嘛，我要考虑一下你的背景，因为很多富商、很多有钱人他是有背景的啊，他是有认识谁或者谁给他撑腰的。对。那个时候撑腰的人不能发挥点作用，就是说现在这种保护伞都不起作用了吗？在我看来，就是我就要说到，就是他为什么现在会做到这样吃相这么难看，他为什么要高度个性化的来处理这个问题？就是你的我可能也许就追溯个2-3年就行了，我可以交一点点钱就行了。他的也许我可能给你一下追到20多年去，他就是因为背后就是有这些因素，他要给自己保留一定的弹性的。当然你说，虽然你是打个比方说他是有背景的，你不能说因为有背景我就放过你了，我1分钱都不收你的，这个是不行。他们一定是高层已经达成了共识，就是不管哪一门哪一派。一定是达成了共识的。我们现在就是必须要共度时间，所以哪一派你自己的是吧？那个白手套也好，或者是你长的人也好，都得要出点血。不出点血的话，那大家这个就得完蛋。大家就知道当年崇祯那个不就是这么一教训吗？是吧？崇祯最后这个李闯王的这个兵马就在北京城外了啊，李自成的兵马就要马上来了，他就没军费。有守城的士兵都没有军饷，然后呢，崇祯挨家挨户去问这些大臣说：“你们是不是你们捐点啊？你也捐点啊？多少？我们要把这个军费筹集起来。”大家都不肯出这个血，不肯出血，最后就是只筹集来几十万两根本就是杯水车薪。最后就是北京城破，北京城破之后，大家全都玩完。它就是这个是一个反反复复被这个史学家提到过的这个教训，所以我觉得中共他们现在肯定毫无疑问，他现在出来这么多的政策，他们一定也是高层达成了一个共识了啊，大家都得要出点血啊，但是呢不会伤筋动骨，目的是啥呢？为了要共度时间，所以呢就是说刚才提到，就是我说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对吧？刚才你也提到了，它在我看来就是它这个出入境的这个规定毫无疑问是关门，对不对？你现在能够经常出去的。可以说不能说绝对是吧？有极少数是就是海外来打工的，的确是没啥钱的，这种人是有的，但是那个只占极少数，大多数都是有相当家底儿的中产以上的这样的人，所以我先把这部分人给你关了。
关在里面，让你这个肉要烂了，你都必须烂在锅里。啊，这个是第一步。接下来，它其实是海外和国内是同时来收割的。海外就是你刚才提到那2个，是吧？比如说一个资本利得税，包括对这个香港的去买保险的那个收益，都要征20%的税。其实这还没有完。在我看来，它后面可能还会有陆续还会有手段继续的来这个收割啊。然后呢，这是针对着海外的再开始抢钱。我们说，其实这就是在抢钱了嘛，对，明目张胆就是在抢钱。在国内的抢钱，你要注意到吗？在同一天，就是推出这个，出入境管理新规是7月31号，对吧？刚刚开完政治局7月份的政治局会议开完，这个事情就拿出来了。毫无疑问，在政治局会议上面是讨论了的。然后呢，在同一天还推出了一个什么，就是对扫黑除恶。陈文清不是开一个会，我们要扫黑除恶，是吧？而且他本来这个扫黑除恶是过去的，他现在我们才把它给延长1年为期的扫黑除恶。你第一念头反应你会想起啥？扫黑除恶，薄熙来的这个唱红打黑。对了嘛，毫无疑问嘛，肯定所有人第一概念马上就想起，这不就是当年薄熙来玩过的是吧？叫唱红打黑。薄熙来当时唱红打黑，他其实是对当地就是说，一个是他是政敌，二是有影响力的这个商人下手。我就在那个时候，我就在重庆，我当然知道薄熙来这个打黑，他打的是谁，对吧？他那个打黑其实就是抢劫，就是抢钱，明目张胆的抢这个民营企业家的钱。我是真遇到过这样的人，就是被薄熙来抢的这样的民营企业家，啊，他真的是民营企业家，从那个做街边摆摊儿，是吧？开始原始积累，一点一点的赚一点小钱，然后再慢慢一步一步做大，到最后他就变成是一个。主要是从事这种酒店业和这种房地产这方面的，是吧？成为一个就是也算是当地比较有名的一个民营企业家了，有那么可能几十百把亿的这个资产。被薄熙来给看中了。薄熙来那个扫黑，你可能都看到，那个时候很多有报道，对不对？是吧？最出名的一个是叫做龚刚模的嘛，那个民营企业，龚刚模，对，是最有名的，直接抓进去之后，直接就上刑，承认你是黑社会，是吧？他还算比较硬的，是吧？龚刚模，他说他就是他自己受了刑，他都咬死。他知道我一旦承认了，所有的这个家财就全都没了，因为全都你就是属于黑社会的资产，全都给你没收，啊，他是扛住了的。但是最后别人这些警察一看，给你本人用刑，你都还能扛得住，都还这个不服软，把他儿子弄过来，是吧？当着他的面开始弄他儿子。他那个时候，你想这个人性啊，他是。这个都是共通的嘛，谁能够扛得住这种压力呢？所以他在他儿子他面前他就没办法了，他就认了。龚刚模案只是冰山一角，龚刚模案之所以出名，是主要是因为他的律师李庄，要不是因为他请的，因为龚刚模他很有钱啊，他才请得动李庄来给他当律师，而且李庄还是多少算是有点红二代背景的。对，而且他那个律所也是有一定背景的吧？彭真的这个据说是彭真的背景吧？对。当初这个北京市长那个彭真的背景，所以这彭真的他的子女开的，说白了那个律所，也就是这样有背景的，照样都被薄熙来给打了，是吧？李庄都被弄，也被律师都被判刑了，对，连把李庄都给弄进监狱里面去待了2年。你想他有多狠？就是你想一般的人怎么可能扛得住？连李庄都扛不住。还更何况说一般的这些民营企业家，所以说我说我知道那个民营企业家也是这样子，弄进去以后就给他上刑，他根本是扛不住的，最后就是你说什么我就认。说他问什么叫这意思？什么叫黑社会呢？因为他是开酒店的嘛，开酒店他其实是租了很多，不是租就是他肯定是有很多保安，就是要雇佣了很多的保安。你想开酒店的，它里面一定就有什么夜总会啦、酒吧啦这些东西，那些场所里面肯定很多是社会上的地痞流氓啥的，都会就是鱼龙混杂的这么一种场所。他不雇佣保安，他那个生意根本就罩不住的。那他可能毫无疑问就会经常的会和那些地痞流氓因为也有一些这种黑社会性质一些小帮派是吧？这种江湖上面的混，经常会有一些肢体上的冲突，打个架呀什么的，这个可以说是家常便饭。结果就是因为这个。你有没有？你居然和那些是吧有打架，这就是黑社会的火拼，是吧？争地盘给你定个性，这就是黑社会的火并。那而这些保安是谁雇佣的？是你雇佣的，那你就是黑社会的老大。你就是组织者，你就是他们的保护伞，你就是黑社会的保护伞，必须得承认，不承认那就是各种的酷刑一上来。我记得很清，就是您说到这儿，我想起当时李庄谈到龚刚模案，就说李庄当时看到这个口供不可思议一点是，几次录的口供
就是所谓比贡里面龚刚模说的话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说是就是这个1个月前他说的话和我现在说的话，就你就算描述同一个事情，你一个人说你也不可能一样。然后他说这怎么可能呢？但是你看现在就是说，这个离岸信托也好，追税也好，还有这个出入境扫黑也好，它是整体的对于不同层级的人去追讨这些钱呐、或者说人才呀、但是过去你像崇祯，他面对的是李自成，然后薄熙来他其实是他有他自己的事业，他想借这个他去往上爬。现在中共做这些动作，他是面对什么样的敌人？他是解决他的危机。什么危机？财政危机。我觉得最主要是财政危机，这可能是最主要的。就是刚才我说了。你看他去在海外去追税是吧？甚至倒查25年，吃相做得这么难看，这是在海外去抢钱。说白了，简单一点总结就是。那么刚才我们提到说他这个要扫黑除恶，就跟薄熙来那个是完全是一个模式，对，就是抄的薄熙来的作业。说白了就是准备要抢国内的民营企业家的钱，就是那边在海外抢，这一手呢是在国内抢，而且是把这个门关起来抢，这就真的是叫关门打狗。就是这种，你关我门一关了，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基本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是吧？想怎么抢你就怎么抢你，你就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呢，他为什么就像刚才我们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就是说他为什么吃相做的这么难看呢？是吧？刚才我们举个例子，是吧？说原本你说你吃个饭，你还要注意一下，我这个形象吃相不能太难看，我要注意一下我的形象。如果说你都是狼吞虎咽的，什么都不管了，什么这个食物只要是能吃的，我全都往嘴里塞，我们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叫做，饥不择食了。你一定是，就是已经饿的，就是人都快要饿死那种程度了，你才会有这样的这种就是不正常的这种表现，一个道理。危机很大了。对的，它危机其实应该是相当可怕了。我甚至可以用迫在眉睫，就是火烧眉毛，可以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否则他不会出来这样的这么激烈的，大家都会觉得说你这不是竭泽而渔吗？对，你这不是杀鸡取卵吗？对吧？大家都会觉得有这么一个疑问。其实他为什么要竭泽而渔？为什么要杀鸡取卵？就是因为他已经顾不上了。谁都知道你割韭菜吧，得养一养。对对对，就是说你以前就打个比方说你这个收税，收税你好歹其实还是割韭菜的概念，对吧？他只收20%嘛，我好歹还给你留个80%，然后养一养，你再长出来我再割，啊，它是这种概念。但是如果说你是像扫黑除恶这种，那是连根拔起，它就不是割韭菜的概念了，就是直接连根都给你拔掉了，那肯定是一次性的。我把你这民营企业家给你抓了，你所有财产全部充公是吧？没收了，这是涉黑的，叫做资金，是吧？我顺理成章就给你没收。当初薄熙来就是这么干的，这就是属于连根拔起了，就是一次性买卖，你只有这一次，那一个企业彻底没了就没了，永远都没了，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概念，他都顾不上了。薄熙来他为什么在重庆他敢这么干呢？你可能也会有个疑问，他这么干那不是也相当于把连根拔起，那重庆不就没了吗？他有后台吧？他不是有后台的问题，他在重庆，我觉得我最多在这就待个几年。对啊，就是我一旦对薄熙来，他为什么要在那儿这么干？他是积累他的资本，对不对？唱红是积累他的政治资本，而打黑抢钱呢是积累他的经济资本。一手政治，一手经济，你不要忘了，经济基础是决定上层建筑的，这个是马克思他们这个中共市场他们最信奉的一条这个他们的这个叫做金科玉律，是吧？所以呢，薄熙来他的想法是我只要在这儿，我不管你以后重庆还怎么发展，我根本就不管，我只要现在把我的那个资本给积累够了，再过个几年，下一届我就进北京，我进常委，甚至我就可能要当老大了，他那个时候不是抱着想法是要跟习近平要争老大的吗？是吧？他不是还要搞谋反吗？对吧？所以他是这种概念，所以这个地方我根本就可以不用管，他是没有后顾之忧的。所以现在中共这么搞，他为什么会就是说我只顾眼前了？我就说明什么问题呢？在我看来，就是他从今年，他们应该已经是高层，可能已经拿到很多的数据，他们知道很多真实的情况。今年到明年，他们可能已经会有一个极其严重的危机要爆发了，迫在眉睫了。所以我明年或者是甚至什么下一个5年计划，我都已经顾不上了。他不是他不想顾，是他已经顾不上了。所以我就只顾眼前，我先把眼前这个大危机，我先把它给 cover 过去。这个形式就让我想到这个还是明朝末年，明朝末年崇祯的时候，当时也是就是
就是收税、辽饷、缴饷，就是基本上干什么事我都是就是收税收饷。你说崇祯想收吗？崇祯并不是说我崇祯也知道自己这个税已经很重，但是没有办法，你打仗需要钱，然后这个明朝末年反正财政已经那样了，贪污腐败也很严重。我现在感觉反正中共好像和明朝那个时候也差不多了。对，他就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危机深重的情况下，才会有这么就是吃相难看的这种动作的出来。但是吃黑参吃相不用难看。吃黑参，这个是原产自韩国的这个高丽黑参。6年生的黑参9蒸9复。你是每次说都可以每个字都不落的说一遍吗？不是，我就脑子里就这么说的，因为我就这么几个词。对，它呢就是手工制作的，然后是用蜂蜜酿制的，所以吃起来呢口感比较绵密，然后它有那个蜂蜜的汁儿出来，所以既有参的那种苦味儿，但是又有蜂蜜那种甜味在里头。反正总之吃起来是很高端，很有这种很高级的保健品的感觉。它是全家人都可以吃。老人小孩都可以，大人呢只要一天不超过1根，小孩子一天不要超过半根就可以了。像我就是上火的体质，但是我吃这个就没有问题。而且其实这个黑参，我告诉你，对你们女生有一个特别友好的就是它对头发特别友好。真的吗？那我天天吃。你可能不知道，这个黑参的创始人，叫做全顺基这个女士。他最初他为什么会要来弄这个黑参？癌症，就因为他是癌症嘛，然后呢，但是他就头发那个就整个人体非常虚弱，头发又黄啊，然后大批这个掉上了，结果甚至都这个就是基本上都已经都花白了。吃这个他就是靠吃这个，不但身体恢复起来之后，他头发整个全就是由白发又转乌，白发转乌，他本人是这么一个例子，所以他才觉得这个确实是个挺好的东西。然后呢，来推广出来，对，他是当时身体保养的特别好，所以说大家如果说身体希望有一个好的调养，可以试试普利堂全宝会，这使用我们的折扣码什么？RTK 对 RTK， 然后可以获得相应的优惠。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去网站选购。太尴尬了，指定太尴尬了。想要卖个东西，你连优惠码都记不住。但是我想回过头来说一下这个情况。现在他们就是说危机这么大的话，可是现在又定下来说五中全会就在10月份，然后也定下来9月份就要来美国和川普见面，然后明年紧接着21大，现在也开始进行布局啊，人员呢，就是表面上还看不出来有那么大的这种就是行政上的危机，是吗？我却觉得习近平的危机可大了。首先第一个呢，你没说错。就是我们都知道，按照中共它的惯例，比如说明年要开21大，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正式开21大的时候，其实就只是演戏了，对，走过场了。在21大开会之前，肯定就已经基本上都敲定了。那么在之前什么时候基本上敲定呢？按照中共过去的惯例，就是差不多提前1年左右，大的事儿、大的人事的这个，那么长的时间，对，基本就要定满，就是大的啊，最主要的。盘子基本就要在提前1年左右就要定下来，因为呢，什么意思呢？你们要注意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今年我们开的是5中全会，对不对？对。但是这个5中全会实质上它应该是在去年开的。对。正常情况下，因为习近平之前把那个3中全会推迟了足足1年时间，就导致3中、4中，现在到5中都往后都推迟1年，顺延了。换句话说，按照正常情况，你今年开的5中全会这个时间应该是开6中的，开6中全会的。按照中共的惯例呢，就是在开6中全会的时候，必须就要敲定第2年的这个党代会，就是21大的它的所有重要的这个人事的定盘，因为它还剩下1次，就是明年到开那个7中全会。7中全会是在什么时候开呢？比如说明年如果说是11月份开21大，7中全会就是在10月份开，就是比着21大开的之前那么很短那点时间开个7中全会，其实就是走程序了。我们在最后确认一下一些这个程序，基本就是应付一下就过去了。所以真正定盘的这个中全会，就是整个中央委员全体会议叫中全会，是吧？真正定盘的就是提前1年的这一次，也就是实质上就是今年这一次的5中全会。所以它至少在我看来，今年这个5中全会，它在很多
大的问题上，它要敲定了，因为它会多出来，就会变成在明年要开2次中全会，一个6中是吧？一个7中，21会在明年会要开2次。那么明年还多了一个6中全会呢，可能他们还有机会来做一些调整。但是按照中共他们过去一直这么多年的一个惯例，他必须得提前1年来定下很多大的盘子，他们才有余地。因为你得把最高层定下来以后，他得一级一级往下去安排，你懂我的意思吗？比如说在今年得提前1年先把5中全会什么，比如说就是政治局，常委，比如说这个总书记还要不要连任习近平，这些最大的问题，哪些要进常委？包括哪些要进政治局，那20多号人，这个可都是要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斗的。对，你不可能说这5中全会就把所有这20多号人物每一个名单全部都定死了，一般不会。但是他会把主要的定下来，至少把那个比例要定下来。比如你这个派这一派，你得有几个名额，他那一派有几个名额什么的，就是排坐这个吃火锅，他得就分好喽，对吧？蛋糕得划分好喽。然后呢？接下来你还要层层往下呢，政治局之外还有中央委员，再下来是到31个省市的每一个省市的地方诸侯，是吧？从这个书记一把手，再到省长，或者是这个比如说自治区就是主席，是吧？就是2把手，这又是几十个的这个位置，然后再往下一些重要的市一级的那些，它层层往下，它必须得把所有这些全部都定下来，再一直到它21大前定完，它这1年时间其实已经相当紧张了。它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它为什么要提前1年来敲定最上层，是因为它要从最上层开始一直层层往下走，它必须得要这么多的这个时间，所以就会带来一个问题，你想过没有？你就要按照这个逻辑你来想没想？如果说5中全会就要把这个21大的很多重大的东西要定下来的话，5中全会它本身开会之前，它本身也是中共一向有一个有一个叫做规矩，也可以说是他们的一个帮规，或者说叫一个惯性，就叫做真正大会呢是只能是说小事儿，定小事儿。真正的这个大事儿是开小会来定的，就是开小会定大事儿，是吧？开大会是说小事儿。所以5中全会本身可以说其实就是一次大会。大会然后是决定了一个小事儿，小事儿会有这种大的决定。现在在进行的就是北戴河会议，很多人在说今年北戴河会议应该会有很多的料会出来。现在传的最广的就是大家在讨论会不会有储军的问题。会不会有储军的问题？这个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是我们先说这个问题，就是说21大肯定是在这个5中全会基本就要定盘了。对。但是相反的，5中全会它也不是起点，真正的起点可以说其实就是这次的北戴河的会议，因为5中全会很多大的东西可能是要由这次5中全会的很多私下里的场合来拍板来决定的。中共一定是这样。真正特别大的重大的事情一定是在非正式的私下里场合来敲定的，真正到了会议开会的时候，基本上他们已经敲定了，只不过是来走个程序，就是如此而已，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呢，这一次的北戴河会议可以说就非常的关键了。你们要注意啊，北戴河会议它其实很多人对这个会议的概念有一个重大的误解，因为很多人都以为说北戴河会议就像5中全会、像4中全会这样子，要有一个很正式的，是吧？所有这些高层大家坐在一起，来个很正式的开幕式，谁来致辞，谁来主持 ？No， 就旅游性质的，它其实就是各个小会。对，北戴河会议严格说它不是一个会，对，因为北戴河会议本身它不是一个正式的工作的场所，它就真的就是到那儿去度假，因为这个从毛泽东那个年代开始起就延续下来，就是这么一个惯性，一个惯例，大家都到那儿去度假，利用度假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不同的圈子、不同的级别、不同的范围，因为包括这些退休老人也都在那儿去嘛。北戴河会议其实一直以来是中共他们就是可以公开的、合法的老人来干政的，唯一的一个合法的场所，而且可以当面聊天，对，当面聊，当面聊。就像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你要远程打个电话，
其实和你当面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在北戴河会议，它不是一个正式的会议，它其实是多个可能是非正式的。也许这些退休老人们自己一个小圈子，我们现在开个会是吧，讨论个啥事儿，然后呢，可能下一次我们是吃饭，吃个饭是把这个事情聊了。隔一天可能就是一帮退休老人和这个现任的是吧，他们常委是吧，一起要来做，大家要来是吧，开个会。习近平他要表示一下嘛，意思一下，我听取一下老同志的，给我们提提意见啊，我们干的如何呀？你们是不是给我们出谋划策一下了？诸如此类的，就是这一项的这样的，它都是这种会。对，所以往往有很多重要的东西，其实都是在这样的一些场合拍板的。从毛泽东那个年代开始起，延续下来就这样。就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那毛泽东那个年代，那个大炼钢铁知道吧？是吧？那个刮那个共产风，这可是因为直接导致那个3年大饥荒死了几千万人的这么可怕的一个政策，就是在北戴河敲定的。就是在北戴河，他跟这些人是吧，说聊聊，好拍板，我们就这么干，就这么来的。好像以前从嬴政那个年代开始，他就往北戴河这儿来巡视什么的，好像之后什么领导人都要来这儿度个假。那个时候，对，他可以说是从这个因为满清的确是那个时候，满清他们是有这样一个叫做避暑。那个时候主要是在那个承德避暑山庄嘛，主要是在那儿去，就是夏天这北京实在太热了，我就到这个避暑山庄去，然后在那儿顺便也在那儿办公。你不可能一直在那儿去当皇帝，你不可能，这真的就放手就游山玩水了嘛，对吧？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毛泽东曾经在那儿有过这么一个重大的角色，其实邓小平也是一样的。邓小平当年大家都是83年曾经有过一次那个什么全国的严打。83年那个时候曾经有过一波那个叫做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简称叫做严打。其实那个严打可以说就是中共它其实多年，就是它每隔多少年一定周期性的，它要来大开一波杀戒。所以呢，那一波的严打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是80年代初，刚刚开始有点改革开放，是吧？有点露出这样一个苗头。因为刚刚经历了文革这么一个非常残酷的这种岁月的冲击，很多人一下比较向往，这刚刚因为开放了，露出一个门缝儿，对吧？有些这个港台的一些这种比较新潮的生活方式啦，一些会流传进来。那个时候是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很多一些年轻人开始比较追求时髦嘛，穿的就是什么喇叭裤啦，对，然后呢，甚至在家里拿个收音，我爸说有什么骑着车拿了一个那个录音机嘛，录音机，然后放邓丽君的歌或者放谁的歌。那个时候他们甚至还有一些就是组织开一下家庭舞会啊等等这样子的。你开个家庭舞会的，那个时候全都抓了之后就是扣个名字叫流氓罪。那个流氓罪是一个就是口袋罪，非常大的口袋罪，然后直接就枪毙判死刑了。哦，那么严？对，就是这么严。那个时候因为流氓罪被枪毙被杀掉的成千上万人，他也不是一个两个三个五个。陈毅的一个儿子不就是被抓了吗？是朱德的一个孙子。朱德的，对。但他那个是确确实实是犯了这个强奸案，是吧？是那个是确确实实是有这个罪行，所以那个时候在那个严打都没有能够赦免啊，就是都干掉了。所以就是你可想那个时候有多严格，就是所以呢，我就是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到这个北戴河其实北戴河还发生过一个非常大的事儿，就是当年林彪决定要出逃，也是在北戴河。决定出逃的，然后从北戴河直接乘车去了秦皇岛的机场，从秦皇岛机场乘坐那个三叉戟的那个飞机出逃的。这就是北戴河，其实它在中共的历史上面，它具有极其特殊的这种政治地位和含义的。对。那这次北戴河会议有什么端倪吗？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有什么这个爆料。其实前几年大家都在说北戴河会议，在习近平当政之后，已经开始渐渐的越来越淡出人们视线了，因为他不允许这个元老去干政，对，所以就好像没有特别太关注。但是每年大家还是能够解读出来点什么。但今年我就发现大家好像全都在说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就感觉今年特别不寻常。对，今年为什么我说习近平对他来说特别危险？你刚才没说错。在习近平就是他19大定于一尊，是吧？以后那个时候他的确这个对北戴河，他对防止老人干政，他是做的极其的严格。对啊。所以那个时候北戴河会议据说是这些老人去那儿度假了，私自之间是不准串门的，度假就是度假，都有严格的监控，不准串门的。你想说几句这个悄悄话都是不行的。
但是呢，就像我们之前和你们其实都有系统讨论过，是吧？习近平因为自从经历了三中全会2年前的三中全会，他这个老中风失去军权以后，他在党内的地位完全发生一个巨大的改变。一直到就是张友侠把他给架空，是吧？那5大罪状我们说了，张友侠把他架空是习近平自己承认的，那5个严重5大罪状其实就是承认张友侠把他给架空了。那么他现在的地位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跟他当初，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今年来开这个北戴河会议，就说明这些元老们已经有了很大的发言权和甚至干政的这种能力。对，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们可能都没有注意到这条新闻，在7月31号那天，其实发生一个中共高层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消息。你是说胡锦涛那事儿吗？不是胡锦涛这个谣言，那个只是其中之一，是吧？说胡锦涛什么全家中毒了怎么地的，后来紧接着第2天又出来说什么温家宝全家也都被什么抓了等等，是吧？对，那个只是其中之一，但是那个只是一种传言，谁都知道那是虚假的。我说的是真实的，而且是由中共官方自己公布出来的，就是河北省委书记黎岳峰在7月31号这天被正式官宣解除职务，换了一个人来接替他，这个人名字叫做罗文，跟那个当初一个香港那个歌星是吧，那个比较老年代的那个罗文是一模一样的名字，叫罗文来接替他。黎岳峰是个什么人呢？黎岳峰他是习近平，他肯定是习家军，他不但是习家军，而且他是属于习家军的福建帮，他是从福建出来的。他在河北当这个省委书记，那就可想而知。对啊，你想，他是从福州市委书记，他是踩着习近平的脚步，习近平就是从福州市委书记起步，一步一步上去的。这个黎岳峰也是当了福州市委书记，然后一路提拔到最后是当到福建的省委副书记，然后就直接调到了河北当河北省委书记，就是一把手。你想河北是什么地方？河北是北京的护城河，对，这个放到以前就是直隶总督，对，就是这个概念，那可是极其要害、极其关键的这个位置。不是他习近平绝对的铁杆的心腹，不可能去管这一块的，就跟深圳差不多了，其实。对啊，而且呢，这个大家想想，你现在不是正在开这个北戴河会议吗？北戴河在这个行政地理上隶属于秦皇岛的，秦皇岛就是河北的呀。换句话说，你现在正在开北戴河会议，这个河北一把手，你就要负责整个北戴河的你的安保、你的后勤、你的交通、你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归你这个一把手管的。你是直接负责人，最关键的负责人。而这个这么关键的一个直接的负责人，居然在7月31号，就是马上开北戴河会议之前，一下子把他给拿掉，换一个人。换的这人刚才说了，叫罗文。这个罗文你知道是谁吗？李克强据说是曾经是李克强中学的同学，而且是你看他的这个官场的仕途的履历，他的确也是李克强在国务院系统里面一手提拔上去的一个技术官僚。换句话说呢，就在开北戴河会议之前，这个节骨眼上，铁杆的习家军被突然撤换了，换了习近平不共戴天的仇人的人马上来去替他守门。习近平在里边开会替他守门的，居然是他的仇家，就是这概念。你能意识到这背后它说明什么问题吗？为什么我说习近平其实这次北戴河可以说他非常的危险，就是这个原因。你就从这一件事儿，你都可以看到这习家军、习近平恐怕是叫做大凶之兆，我们这么说吧。而且这个大凶之兆还不止一个。还有一个，你们肯定应该都知道了，就是北戴河会议，每年北戴河会议都有一个官方官宣的一个象征性的一条新闻，就是蔡奇他作为分管这个党建是吧的常委，管组织的，要去看望这些什么到北戴河休假的这些专家学者什么的。每年我们只要一看到这条新闻一出来，就知道啊，北戴河会议正式的开始了。对，这是一条标志性的新闻。但是呢，在今年过去的3年，你去查，我是去查过的，2025、24到23年，过去连续3年，跟着蔡奇一块去的，因为这个也是固定的程序标配。
必须得是负责分管科教文卫的国务委员，就是盛怡琴吧，就是按照规定的这个，因为这是他分管的，对，必须得是他去，所以呢，过去3年都是这个盛怡琴跟随着蔡奇一块去看望这些专家，但是唯独今年你看到没有？今年就出现异常了，盛怡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吴正龙，但是吴正龙是李强的人呀，你不管他是谁，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盛怡琴他为什么消失了。很有可能他就是说，大家就觉得，就是认为可能的一方会认为说，那他可能也就是可能下一届就该退了，那就安排一个准备上来的人接替他。那这个你说不通啊！吴振龙是国务院秘书长，对，就是说他在下一届的21大上可能会发光发热的这么一个人。那对，就是他不是这么一个逻辑。因为我得这么跟你说，吴振龙他是国务委员的领头羊，他的级别其实同时他是兼任这个国务院的秘书长，意味着他是国务委员的领头羊，他的级别比那个盛怡琴要高的，所以呢，盛怡琴消失以后，由吴振龙代替他去，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临时性的安排。是一个临时性的安排，绝无可能说 OK 以后吴振龙可能取代这个盛怡琴去分管科教文卫。No， 这是中共过去的惯例，只要是在国务院系统里面分管科教文卫的，一定是得安排一个女性的。在盛怡琴之前是孙春兰，孙春兰之前是那个是吴仪还是谁，我忘了，反正就是因为中共他们在这个政治局里面，在过去按照他们的惯例，一定要安排要一个花瓶角色，就必须得有一个女性，是吧？是副国级的，表示我们你看女性也能够是吧？这个进入政治的高层也能够从政的，就这个意思，这是他们的一个花瓶儿。从吴仪开始起，一直到现在的这个盛怡琴，唯独到了盛怡琴这儿是有一点点异常的。因为按照正常情况，盛怡琴应该是要进入政治局，成为政治局委员，当一个副总理。因为从吴仪到孙春兰都是这样子的呀。那为什么盛怡琴没有进入到政治局去当个委员？他只是一个国务委员，虽然级别国务委员也是副国级，是吧？跟政治局委员是一个级别，但是实际的权力肯定跟政治局委员是没办法相比的，相当于是矮了一级，也是这么一个概念。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过去一直有。在20大刚刚开完，盛怡琴就20大才上来的，对不对？大家就觉得很奇怪，就相当于习近平破了过去的规矩，为什么在政治局委员里面少了一个女性的政治局委员，没有当这个副总理？而且在20大的时候，政治局委员是双数，24个人，如果没记错的话，是24还是22个人，反正是个双数，24少一个人就是。这是严重的不正常的，因为按照过去中共的规定，必须得是政治局委员，必须得是奇数。因为啥呢？他们在很多的因为他走党内的程序，就是很多重大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议程要来投票的，你投票就必须得要是奇数。你是一个偶数，万一投出来是12票对12票，那最后怎么办？那究竟这个通过还是不通过，对吧？它是存在这么一个问题。但是习近平正因为20大，他的确那个时候他觉得我定一尊，其实最后都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所以你们那个投票不投票，他就装都不装了。你们哪怕投出个12票比12票，都没有意义，反正是我来说了算。但是他为什么不装了？他是留着一个偶数，少了一个人呢？是因为大家都有这么一个通行的解释，就认为习近平是要把这一票这个位置留给他老婆的，留给彭丽媛的。是需要有一个女性的政治局委员，他是留给彭丽媛来当的。我觉得这个说法可能是有道理的因为习近平他可能真是有这个计划，有这个打算的然后呢，所以他就把盛怡琴给压了一头。盛怡琴你只能够当一个国务委员，政治局委员呢这个位置得留着暂时就不是你的。但是都快到21大了，还是没有做。那是因为他已经做不了了。他年纪，我记得他59年还是58年。对，谁都想不到习近平，谁会想到他在3中全会他会脑中风发作，一跟头栽下去呢，对吧？从此就天地变色了呢，对吧？谁都想不到这样的一个事儿。所以呢，我们就说这个盛怡琴他的异常的消失，本身就是一个对习近平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一个因素，因为谁都知道盛怡琴的背景是谁，是栗战书嘛，对吧？
他是从贵州，盛一清在贵州但是对您说干了到40年，贵州，当时也是因为贵州那边出了一些官场上的这种人事震荡，在这个北戴河会议之前，对所以大家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牵涉到的这个盛一清。对啊，那为什么会动到贵州去呢？你想，贵州就相当于是2个习家军跟贵州关系都极其密切，一个是栗战书，栗战书可以说是贵州是他的大本营，他就是从那儿，他从贵州书记直接上到这个中央去的。他之后是谁呢？他之后是陈敏尔，陈敏尔不也是铁杆的习家军嘛，对吧？也就是说，整个贵州其实可以说就是习家军的一个重要的根据地。你居然跑到贵州这个习家军重要根据地那会儿去搅这个天翻地覆，然后居然把盛一清都给搞出问题出来，把他都给卷进去了，都给牵连进去了。那毫无疑问肯定会牵连到栗战书的，因为盛一清的消失，它不是孤立的事件。在盛一清之前，你们记得吗？就在他消失之前，还可能也就1、2周的样子，那个叫做五矿什么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叫做郭文清的，不是被调查了吗？郭文清他是五矿集团的总经理，这是他表面上的职务，但这个郭文清真实的身份，他是栗战书的秘书出身，铁杆的栗战书的马仔和家奴，而且可以说郭文清是他们栗战书家族的白手套。郭文清他是五矿集团的总经理，这个五矿集团下属有一个分公司，有个子公司，名字叫做五矿证券。你想就是搞金融的了，对吧？你一听那搞金融的，那肯定都是搞钱的。这个五矿证券的，你知道谁是他的这个头吗？名字叫做蔡华波。蔡华波你们知道谁吗？还不知道，还没反应过来。难道和蔡奇有关系吗？蔡华波就是栗战书的女婿，蔡华波的老婆叫做栗乾欣，栗乾欣就是栗战书的独生女儿。栗乾欣不是一直在香港吗？我记得她在香港，但是她老公蔡华波在这个五矿集团里面捞钱啊，对吧？他是这么一个关系啊。所以郭文清出事儿，大概在盛一清消失之前，也就是可能1、2周的样子，郭文清被抓，是官宣调查。而且这个调查非常有意思，郭文清他还不是被抓的，中纪委的那个官方通告说的，郭文清是在中纪委的强大的压力之下主动投案。主动投案，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你要能看得懂的人，你会汗毛直竖的，你会后背发凉的。所以他要把上面人供出来。就是他为什么要主动投案呢？说明他可能，在我看来啊，说明他已经意识到自己肯定是，就是栗战书肯定保不了自己了。谁都知道他的背景，你想他这么硬的背景，他但凡说栗战书告诉他说你撑住，我可以保你，他会去投案吗？他肯定不会。只能说明第一，他非常清楚的知道栗战书已经保不了他了；第二，不但保不了他了，他可能还有被灭口的风险。所以，其实主动投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那他其实是主动投奔中纪委，在寻求一种保护。所以也就是说，对啊，从郭文清到这个，刚才我说的是吧，盛一清。你会发现它是偶然的吗？所以我说，其实盛一清的消失它不是偶然的。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事情我认为中共高层肯定有非常激烈的这个争斗，然后这个斗争，但是现在形势像是哪派占优势，我还不太清楚。因为还有一个新闻，就是温家宝的秘书田学斌也被查了。因为田学斌的履历是非常清晰的，他就是温家宝的人，温家宝的大秘做了很多年。之后在温家宝这个退休之后，他是做水利部的副部长，然后2023年退休，所以他出事一定是指着温家宝。这个是说有人在对温家宝在动手吗？或者有对温家宝有想法吗？你说对了一半。首先我说第一个问题，你说你现在还看不清楚究竟是两派在斗，哪派占上风，哪派占下风。刚才其实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了。在开北戴河会议之前替你把门的，你最关键的这个河北1号居然被换成你的仇家，你说哪派占上风？这个不一目了然了吗？对吧？你习近平连你自己的门替你守大门的你都保不住了，都特别换了一个仇家来盯着你，是这概念是吧？哪派占上风，你呢还看不清楚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刚才说这个田学斌。
我说你说对了一半，就是田学斌他的确是温家宝的秘书，曾经的但是呢，在温家宝就是你要注意往下看，你要去看田学斌他的这个资历，在温家宝退了以后的田学斌，温家宝早就退了，2012年底是吧，就退下来了嘛。当时18大一开过，温家宝就退下来了。然后在他退了以后，你要看田学斌他的这个仕途的经历是怎么走的呢？他退了以后来接温家宝这个总理的是李克强。你想，如果说田学斌他是铁杆的温家宝的人，李克强毫无疑问会对他要加以重用的，毫无疑问的。那他只要就是包括温家宝本人可能会稍微给李克强打个招呼，是吧？那这个人是我的人，你照看一下，怎么地。但你会发现，温家宝自从退了以后，李克强上来以后，对这个田学斌一直是靠边站的，一直凉在那儿的。在国务院他当时在国务院一个什么样的部门我忘了，他在那儿足足待了8年时间。李克强当了10年总理，凉了他8年时间，没有任何的提升。然后最后就外放到什么水利部当一个副部长，级别一直是个副部级，一直没变哦。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为什么田学斌会被放凉了？然后就即便是外放出去，他外放出去到了水利部当了一个副部长之后，在副部长这个级别一直做到了退休，一直做到退休。他退休都只是一个水利部的副部长，对，再没有半寸的一个进步。为什么？其实真正的原因，所以我说你说这一半，就是因为真正的原因是这个田学斌早就已经跳船。自从习近平一上来以后，这个是圈内人传出来的，我觉得这是靠谱的。因为自从习近平上台以后，他不是就开始防止这个老人干政吗？其实就是开始打压制这些元老的，他们的压制元老的本身，也压制这些元老的人马。田学斌这个人呢，据说是圈内的消息啊，就说据说他跳船特别快马上就变脸，就效忠习近平，然后结果就两头都不是人。所以李克强为什么凉着他一直不用他，不是因为李克强不买温家宝的面子，而是因为李克强觉得这个人实在是叫做背主求荣。在他们圈里，在中共的这个圈子里面，他们其实一样是讲究政治忠诚的。你是我的人就是我的人，你居然改换门庭，你这个翻了脸了，那谁都看不起的，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他为什么一直被凉着，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其实是早就已经可以说就是背离了温家宝，或者说严重一点叫做背叛了温家宝。所以为什么田学斌现在倒了霉了呢？其实不是习近平在查他，恰恰就是这帮元老掌了权之后，再拿着这个曾经背主求荣的这个奴才，我要杀鸡儆猴的。那为什么会传出来就是胡锦涛、温家宝的这些传闻呢？在北戴河会议之前，这个跟田学斌没有关系。对，我就是说，如果说元老现在是掌权的话，为什么会传出来对他们这么不利的消息？这个在我看来，这不就是至少第一，它说明了今年的这个北戴河会议跟往年是不一样的。之前不是很多人都有这样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说习近平大权在握，定于一尊，甚至是更加大权在握。你看，说这些元老们根本都完全都已经早就开不起口了，是吧？说不起话了。什么这些他想杀谁就杀谁，想抓谁就抓谁，他都已经是吧大权在握到了无以复加的一种程度了。他怎么可能会莫名其妙的突然？这毫无疑问肯定是习家军、习派的这个外宣的渠道出来放这种风嘛。你看胡锦涛被干掉了，这个什么温家宝全家也都被干掉，这就是打舆论战嘛，动摇军心，瓦解对方的意志，它其实就是要像起到这种作用的。你要想这个问题，如果说温家宝和胡锦涛按照他们说法，说胡锦涛都被嫁出去，随时都可以干掉，是吧？温家宝也都被是吧，连他的秘书也都抓了，早就已经是瑟瑟发抖之中，早就可以把他干掉了。他犯得着用这种方式，还要来去用这种方式去打击胡温他们两人的这种，就是他们的军心，是吧？打击他们这个阵营，去打这种信息战，他根本就不需要。他为什么要这么用这样一种非常夸张的方式去打击你？正说明他意识到这两个人是他的威胁。只有在这两个人对他构成了
威胁的前提之下，才有可能出现我会想要来对付你，对不对？如果说就像我们俩是吧，打个比方说，我们俩现在是一个敌人，是一个敌手的关系，我意识到你对我构成威胁了，我才会想到说我要来搞你。就这么一个逻辑，很简单。如果你对我压根都不构成威胁，你在我面前就像一只蚂蚁一样，我随时可以踩死你，你就一边去，我根本就不会把你放在眼里，我根本不会有那样的想法，考虑到我要运作一番来打击你这个周子定的名声，打击你的形象，是吧？削弱你的势力，我都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恰恰说明他没有能够定于一尊，恰恰说明他遇到强劲的对手了，他才会对着这个对手去发力的，他是这么一个逻辑。但是现在胡锦涛也没有出来辟个谣什么的，他不需要嘛。但回头说过来，就是说刚才不是在提到说有可能在8月份是吧？10几号可能要举行一个什么江泽民什么这个100年的一个什么的纪念大会是吧？这种大会在正常情况下呢，这些退休的元老他们其实也应该会要来出席，对，所以那个的确是一个窗口。对，你可以看到，比如说像这种温家宝，因为胡锦涛有可能因为也许他健康身体不好了，他有可能就不一定出席了，花圈出席。对啊，但是像温家宝这些，温家宝不是今年3月份出来，你看是吧？对，精神抖擞的出来露了这么一面是吧？对，但是如果是说到这个北戴河，现在可能是双方达成一个默契，那在5中全会之前，会不会像4中全会之前，对于这种就是军委副主席的这样一个发落，张耀侠跟刘振立会不会在之前有一些消息，会跟党内有个交代？按照正常的流程呢，他们应该是要在5中全会要来处理这个张耀侠这事，不光是张耀侠，包括这个就是马兴瑞，包括何卫东，因为他们都是政治局委员。何卫东上一次这个就是4中全会的时候，不是前3天的时候九上降落嘛，就何卫东不就那只是官宣调查，对，但是并没有拿掉他政治局委员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级别没有。这步组织程序是没有走的，因为只要是副国级，只要是政治局委员，你要拿掉他的职务，必须得要在中全会上来宣布。所以呢，不光是他，其实还有一个人可能你们都没有注意到，就是陈希。陈希他虽然是退休了，但是他是前政治局委员，他那个级别在那儿的。陈希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已经我80%、90%肯定陈希已经是被调查了，陈希已经出事儿了，啊。所以呢，陈希出事儿，其实这个也可以说是习近平要倒大霉，是一个大凶之兆，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因为我们就一句话说断了，说过去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断臂求生，对吧？说这个如果说在某种紧急情况之下，我就断臂求生，我切割啊，从来没有听说过有断头求生的。因为你断了头，你肯定自己也死了。陈希对习近平来说，就意味着是他的头。陈希是习近平的大脑。陈希可不是普通的一只手臂，那个不是断得了的。王晓红也好，蔡奇也好，从某种程度上讲，都是习近平的手脚，可以帮他办事儿，是可以断的。必要的时候，他是可以切掉的。我切掉一只脚，切掉一只手，跟他这个切割了，保住我自己，保的命在。陈希是不存在的，陈希我说的就是他的大脑。陈希是习近平这些年以来，他唯一一个真正最信任的，而且习近平他知道陈希对他不会构成任何威胁的，又对他是最忠心的，而且陈希的确是有这个水平的，他的第一幕僚和高参。就是说白了就是说，习近平没有对陈希下手的任何理由和必要，而如果陈希出事，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习近平的对手对陈希下手，所以陈希成为一个很这个很指标性的一个人物。他的前途，我们看看之后会不会有一些官方的这种调查出来？陈希没有任何自己的派系，他对习近平不构成任何的威胁，而且谁都知道陈希是习近平大学的这个清华的同学，他完全就是一个书生，可以这么说，一个书生出身，他在军队系统在党内没有任何的资历，就他能够一下做到那个这么高的位置，进入政治局，纯粹就是凭着跟习近平的当初同学的这关系，睡在上铺的兄弟 OK 我给你提拔上来，是因为这样子的。所以习近平对陈希他
最放心，就是这个人不但是他的大脑是吧，可以去替他。陈曦的确是有这个水平，因为蔡奇也好，王小红也好，大家都是你看那个水平是不行的，是吧？这两人你让他干脏活儿，去杀人啊，去砍，拿着刀子上去砍，他们是在行的，他们是酷吏，是属于这种。但陈曦是真的是能够玩政治、玩谋略。陈曦是唯一习近平那个圈子里面唯一有这种头脑的人。习近平自己都是个小学博士，他自己也是玩不了很多这样的一些东西的。他能够玩什么呢？真正能玩这些其实就是陈曦。所以我说陈曦是他的大脑啊。陈曦被干掉，绝不可能是什么习近平自己好像是不是对陈曦不放心了？这个完全就是在我看来就是在有意的放风，在搅浑水，是吧？就是，所以陈曦为什么会被干掉呢？就像你刚才说的，说习近平怎么连他都保不住呢？首先，第一个说明习近平就是他已经的确是大幅度的，他的权力是大幅度的削弱。他连陈曦这样的他最贴心的，他的谋士、首席谋士，他居然都保不住了。第二个有一个客观的原因，就是陈曦已经是退下来的、退休的政治局委员。他不像蔡奇和王小红，王小红是中央书记处书记，是现任政治局委员。蔡奇更高级别，蔡奇是现任的常委，他们是穿着黄马褂的。你没有如果就是特别过硬的证据或者极特殊的原因，你现在还干不掉他。陈曦不一样啊，陈曦现在只是一普通党员，只是一个普通党员兼任的一个中央党校的校长。那中央党校校长谁都知道，那个啊，跟你这个政治局委员那个完全是两回事儿啊。所以呢，连把他这个党校校长都给你拿掉，你就完全彻底的变成一个普通党员。一个普通党员，我中纪委要调查你，可以说就是那分分钟的事儿。所以说，这个就是当然话说的有点长了，就是说，就是陈曦出事儿，其实可以说也是习近平他这个集团是大凶之兆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因素。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说。反习派现在搞习近平是步步为营，是非常有序的，一步一步在砍他的人啊。从马兴瑞出事儿，然后一步一步砍到这个陈曦的头上，然后像是王忠林这些都是被调离，包括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倪岳峰，还没有来得及动刀砍，先把你调离，位置先腾出来，让我的人先上去。啊，那个说到这个王忠林是湖北书记对吧？也是习家军，他山东帮嘛。王忠林是山东帮嘛，是彭丽媛的人马。王忠林被调离以后，接替他是谁？是关之欧。你会发现没有，这关之欧跟那个接替，这个倪岳峰的那个罗文两个人非常相似，都是国务院的这个部委出身的。对，但是如果说真的是存在这种替换的话，为什么不等到21大的时候呢？他为什么等到21大？他就是要抢在21大前来卡位啊，因为。这些人能够占据了这个位置的，他比如说在五中全会或者在21大，他们才能够进入到这个中央委员去，甚至进入到政治局去。比如说新疆书记陈小江，陈小江是替换马兴瑞，谁都知道陈小江是胡锦涛的人马，但陈小江现在还没有进入政治局哦，他也没进去，因为那个必须得要等到开21大才能够让他去进得去。他现在先站在那个位置，谁都知道陈小江新疆书记，毫无疑问的、铁定的锁定政治局委员一票一个位置，毫无疑问是他的，他就先把这个位置给占住了。所以现在把这个什么河北书记换了，这些人其实都是要占位置的，但是他不一定是占政治局，他可能占是中央委员的那个位置。那胡春华呢？就是说，如果说要替代的话，胡春华很明显是最有资历或者是最有能力的一个人。你说这个替代最高的这个，对，就不管是最高或者是入局也好，胡春华很明显是一个又有能力又有一定号召力的这么一个人。对啊，所以胡春华当然他有点特殊。胡春华，你要我看他不动则已，他要一动，他一定就是基本就是储君那个位置了，他是真正的。是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他跟这些普通的封疆大吏、普通的政治局委员是完全不一样的。OK， 我们看看吧，这还好戏还在后边呢，感觉。对，看起来我们有好几个这个观察的窗口，像陈曦的动向、胡春华的动向，包括军队这几个军头，这个最后会怎么通报？对啊，我觉得我再补充一点，就是说，你看，在正常情况是吧？五中全会肯定是张又侠，无论如何你得给个说法，对，因为这就是因为开中全会嘛，处理他这个政治局委员，但是到目前为止，可以说已经对习近平，我说为什么对他不妙呢？
现在距离五中全会只有2个月时间。10月可能一般是中下旬，现在是8月，差不多快中旬了，8月初了，只有2个月时间。2个月的时间，张又侠他居然连人大代表资格都还没有剥夺，你得把他就是先剥夺掉他人大代表资格，然后呢，最后要双开，对不对？他党籍、军籍全在的，就像马兴瑞一样，对吧？先剥夺人大代表资格，马兴瑞4月份官宣调查，6月份就是剥夺人大代表资格，再隔1个月，7月份才是正式的双开。双开就是进入到这个司法程序，开始要接受起诉了等等，是这样子的一个程序。张又侠现在只有2个月了，要开五中全会了，他连人大代表资格都还没有剥夺掉，谁知道呢？也许快一点，可能也许8月份，如果习近平他能搞得定的话啊。我之前说了，他为什么会没剥夺掉，是因为他习近平他搞不定，那个阻力太大。8月份如果搞不定，你要到了9月份，他这个人大代表如果资格都还拿不掉，五中全会这张又侠他处理不下来都有可能，就要放到6中全会去，弄不好就要拖到6中全会去，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你仅仅从这一点，你都可以看出来，习近平他想要搞这个张又侠难度有多大，现在党内对他的这种抵制和这种力度有多大？反推的话，张又侠是不是还在？你看，就在今天还是在昨天，不是全国人大是吧？出来发布的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公告，是吧？不是那3个上将3个中将军队的，你记得吗？是吧？这3个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一个叫做严重违纪违法，然后呢就是剥夺掉他人大代表的资格，没有张又侠。然后还有一点非常关键，在这个7月份的这个政治局会议之前，习近平才开了一个会，就是政治局讨论有关涉及到军队的一个什么军队什么这个什么建设的一个会议。其实说白了就是讨论军队的事务，政治局开的专门讨论军队事务这么一个会是开过了，居然到现在张又侠依然还这个人大代表资格这个问题依然还没有搞定。习近平都开了涉及军队事务这么一个会，但是当时我记得8月1号的时候又要求什么军中要什么听党的呀，这些那些的，说的这些呢？这个我就是说，就是扶摇你要注意一个问题，观察中共的政治呢，我们就这么简单一点说，你是相信他的语言和宣传，你还是相信他的行为？你要看这个。你不要光看他的舆论和宣传，中共的舆论和宣传那个骗了多少人，谁都在说中共是吧？那个一个字都不能信，连个标点符号都不能信，很多人都拿这句话来说，却偏偏他真正的中共真的来骗你了，发出一篇这个报道来，做出一个什么讲话来，很多人觉得哇，你看别人都这么就说了，他却很相信，你觉得这岂不是很矛盾的一件事儿，对不对？在我看来，观察中共的政治，你不仅要看他是怎么说的，更重要你要看他的行为，他是怎么做的。就像刚才我们讨论所有这些，其实全是他是怎么做的。倪岳峰被干掉了，这是他的行为，是吧？王忠林一下被拿掉了，这是他的行为。这个盛一勤突然消失了，莫名其妙，这是反常的，这是行为。这就是行为。行为和他的语言哪个更重要？毫无疑问，行为才是更重要的，这是更关键的指标。包括我提到，我说那个今年6月份不是举行了一个晋升上将的仪式，晋升上将的仪式，习近平站在前面给这个2个上将是吧，先上去颁发那个任命书，然后要站在一起拍照合影，后面只有一个人，因为只有张胜民一个人了，只有他独苗了是吧？这个军委委员张胜民是坐着的，大摇大摆坐着的。这种现象在过去只发生过一次，就是去年12月，那个时候张又侠还没出事儿，张又侠架空习近平，张又侠5个严重是吧羞辱习近平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一次晋升上将，张又侠和张胜民他们，那时候张胜民他也是军委委员，就是他们俩，其实还加上这个就是刘振立，3个人也是坐着的。而你在去年12月之前，你再往前查，从来没有过。只要习近平在前边授勋、授衔儿，后边一定绝对是毕恭毕敬是站着的，这就是他的行为。你要看他的行为，他表现出来，他的行为所透露出来的信息远比他嘴上说出来的。张又侠不是一样，在去年你记得那个什么，阅兵结束之后，
张晓霞不是出来发了一篇文章吗？啊，习主席怎么为中心为核心，什么什么的，他们搞了一个什么抗日的什么一个研讨会，是吧？军委开的，张晓霞亲自署名发表一篇文章，习主席如何如何。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说，你看，都在说什么张晓霞在习张斗，你看张晓霞对习近平多忠心啊，出来表态是吧？拥护这个习核心，结果才过了2个月，马上张晓霞就被干掉，然后习近平自己出来宣布张晓霞是吧？架空我习主席，这个羞辱我习主席，什么践踏我习主席，你看到了吗？你相信他的语言，你还是相信他的行为，对吧？一个道理。再看看吧。对，看起来今天下半年会比较精彩，我还挺期待这个5中全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那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怎么看的？欢迎大家这个留言。那我们可能过一段时间就能见分晓。对，再见，拜拜。好，拜拜。